我开了个账号用来记录和男友的日常，没想到几条视频接连爆火，我成了全网知名恋爱博主。后来我应粉丝要求直播给男友送生日惊喜，房门打开，却出来了一个裹着浴巾的漂亮女人。她细白的手指勾过我手里的袋子，看都没看我一眼。外卖都送到了，你怎么还不走？我愣神的片刻里，女人已经重重关上房门。弹幕里喊骂量太高，被屏蔽的只剩一堆火星文。是我眼花了吗？怎么会有女人？我星号。严谨一点，还是刚洗过澡的女人，真牛，星号。巨大的震惊让我头脑发懵，我抬眼又看了看门牌号，下一秒我直接抬手捶碎了门上的装饰品。谁呀？一道熟悉的男音离门越来越近。没多会，房门向内打开，露出了一张熟悉的脸。男人头发湿漉漉的，裸露着上身，下半身围了条浴巾。我失望透顶的看着门内的卢潇，他呆若木鸡，反应过来后猛地抓住门栓，但他甚至来不及有下一步动作，我已经一脚踢了过来。你真是癞蛤蟆追青蛙，长得丑完得花，我辛辛苦苦给你准备生日惊喜，你在这给我憋大招呢？小雨，你听我解释。你解释什么呢？当我眼瞎啊？我要是再不来，是不是都能看见你们下一代了？我的视线掠过卢潇，看着桌子上放的礼品袋，里面装着我一上午的成果。我越想越气，直接推开他，猛地撕开袋子。卢潇跟在我后面，仍然试图狡辩。我直接端起蛋糕，在他头上来了个暴扣。老娘亲手做的蛋糕，早知道喂猪都不喂你。哥哥，怎么啦？一道柔柔的女音在卧室响起。室内骤然沉寂下来，卢潇狼狈地躲闪着我的眼睛。我冷笑一声，端着剩下的蛋糕，一脚踹开卧室的门。刚才裹着浴巾的窈窕女人躺在床上，眼前蒙着黑纱，根本看不清来人。她掐着嗓子，声音甜腻，哥哥快来啊！我直接将剩下的蛋糕盖在她脸上，你爹我来了！啊！她尖叫起来，却因为被绑住了双手，只能徒劳的扭动。你谁啊？你猜我是谁？我一边说一边按着托盘，不想浪费一点奶油。孔小雨，你要死了，赶紧松开我！哥哥说的果然没错，你就是个泼妇，造孽啊！我哈哈大笑，越笑越响，越笑越夸张。臭鱼烂虾碰一起就是碗得花，你造的孽，明儿坟头就能长花。哥哥救我！女人小声呜咽起来。我回头瞪了眼门口的卢潇，他死死抠着门边，哆哆嗦嗦。呵，真没用。我掐起女人的下巴，往她嘴里又填了团奶油。你哥哥正发着羊癫呢，自顾不暇，还救你？可拉倒吧。女人仍旧小声的哽咽，纤细的腰肢扭动着。哥哥，你是母鸡下蛋呢，哥。这个时候了还装夹子，哭都不会好好哭。卢潇有些看不下去，你别这样，小雨，妙妙只是一个弱女子，禁不住你又打又骂的。讲清楚，我可没有打她。知道你是个直肠子，也不能用嘴拉。我从床上下来，抓起旁边卢潇的西装，狠狠擦了擦手，他肉疼的嘶了一声。小雨，那件很贵。有你的棺材板贵吗？我冷嗤一声，这衣柜的衣服都是我买的，还跟我装上了。转头出去的时候，我看着床上死鱼一样的女人，冷笑着。妹妹，你要搞清楚，这个男人只是看起来人模狗样的，其实就是个吃软饭的渣男，你跟着他什么也得不到。其实我现在完全可以把你们赶出去，因为房租也是我交的，但看你是女生，估计脸皮薄，所以我给你们留点时间。你什么意思？卢潇追过来问我。我抓起手机，现在是下午4点，我给你半天时间搬出去，否则我直接请搬家公司上门，把你们给清出去。说完，我摔门而出。直播间里早就炸开了锅。刚才为了收拾垃圾方便，我随意将手机扔到了一边，但他们是能听见声音的。动手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所有人肯定都觉得我是个暴力狂、泼妇，但我就是咽不下那口气。卢潇是我的初恋，他追我追了半年，我才答应跟他交往。我压根不相信爱情，却为了他慢慢收起尖刺，学着爱人。他却给我来这一套，没把他们揍进医院，都是我看在校友一场的情分上了。再加上当初开这个号，本身就是为了记录我的恋爱日常，现在男朋友都没了，还记录个屁。我自暴自弃的拿起手机，想宣布消号的事情，但我没想到，直播间里的风向和我想的压根不一样。小雨太飒了，渣男太恶心了，要不是这回小雨骗他说出差，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逮到他呢。之前还好意思立深情人设，要不要脸啊？
偏题一下，没有人觉得小雨骂人跟唱 rap 一样吗？对对对，他都不带卡顿的，我都惊了。我越看越沉默，现在的网友都这么剑走偏锋的吗？他们甚至在我的评论区追起了连载，有后续一定要发出来啊！我这几天就住在你主页了。从惊讶里回神后，我深吸了一口气，平复语气，对不起让大家看笑话了，这件事不会再有后续了。我这人不喜欢纠缠，从今以后也不会再跟卢潇有什么瓜葛了，想取关的朋友们直接取关就行了。说完，我就退出了直播。我本以为大多数网友当初就是为了磕糖才关注的我，现在肯定连夜扛着火车跑了。可不知道是谁把直播录屏了，还发到了网上，现在一堆人疯狂转载，其中还包括几个营销号。我更火了，我又涨了10几万粉丝。卢潇和那个叫妙妙的女人被网友们翻来覆去的骂，她受不了这种精神折磨，给我发消息打电话，甚至用游戏账号私信我求和，但我全都不理睬。最后她显然是急眼了，不知道拿谁的手机给我打了个电话，上来就怒吼道：孔小雨你行，既然你一点情分都不顾及，我也不会再给你面子了。卢潇丢下这句话后，就像死了一样安静无声了。我根本不拿他的威胁当一回事，可是当晚好几个营销号忽然同时发文，他们说直播捉奸是我的阴谋，原因很简单，孔小雨和卢潇感情早就破裂了，卢潇想和平分手，孔小雨却想继续吃 CP 粉红利，为了留住粉丝，孔小雨才演了这么一出。他这是在借刀杀人，大家千万不要被他牵着鼻子走了，真可笑。我在心里骂了卢潇800回，不愧是学新闻的，这舆论引导被他玩得明明白白。但他忘了，我孔小雨从来不是一个忍气吞声的人。我用大号转发了营销号发的东西，打了个问号，直接在评论区开杀。我们感情什么时候破裂的你怎么知道？你睡我家床底？还我想吃 CP 粉红利，但凡你看过我直播都说不出这句话吧。替渣男洗地，触景生情，你是不是就占了处和生2个字？没多久，营销号回了我一串省略号。看热闹的网友们又沸腾了，早就看这些营销号不顺眼了，骂得好，我笑死了。我以为营销号皮下都是死的呢，原来也会回复人啊。卢潇这一波钱花得实亏，根本没起到任何作用啊。被卢潇的骚操作烦的，我一整个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觉得自己一直以来就像在跟一个咂着口的塑料袋谈恋爱，塑料袋里时不时传出垃圾味，但闻习惯了，我压根意识不到。直到有一天，我不小心将塑料袋戳破了一个洞，恶臭的气息扑面而来，我才意识到装着垃圾的塑料袋本身就是垃圾。我居然跟垃圾谈过恋爱。想到这里，我一口气直接堵在胸口。睡是睡不着了，我干脆直接预定了一个清洁服务，定在明早7点。第二天，我准时和清洁公司的小队碰面，带他们去打扫的地点。钥匙插进锁眼，我转动了2下，却没打开。好家伙，还没走呢，半天时限早过了，还躺在这是想让我帮他们收尸吗？门打不开，我就带着几个人绕到了后面的主卧窗外。不凑巧的是，里面正巧传出晨练的声音，几个清洁工人面面相觑，我让他们站远些，尝试着推开窗户，没想到卢潇这个缺心眼真的没上锁。房间里爆出一声女人的尖叫，啊，哥哥，他又来了。卢潇也跟着看过来，反应过来后立马扯过被子，孔小雨你是不是犯病？我冷笑一声，直接端起旁边工人的水枪，对着里面狂滋起来。不要睡我买的床，给我滚出去。把狼狈的卢潇和妙妙送走后，我让清洁小队里里外外的打扫了一遍房子，然后联系房东办了退租。一切都发生的太突然，我甚至没来得及删卢潇的微信，现在正好给他发账单。这个房子租了3个月，我住的时间不到10天，就4舍5入算半个月，请你把2个半月的房租还给我。我的要求很合理吧？这条发出去时，后面已经缀了一个红色的感叹号。卢潇居然先把我删了，他以为这样我就没办法了吗？本来只想让他还2个半月的房租，现在水电费他也得给我还回来。但我还没再联系上他，他居然先给我发了个律师函。给我打电话的律师语气严肃，孔小雨女士是吧？卢潇先生委托我向您追回你们共有账号的一半收益。共有账号？是的，就是您用来记录你们恋爱日常的账号。我被膈应的厉害，他是怎么有脸要的？这个号从录视频到剪辑都是我一个人，但凡他配合出个镜，我就得又是送礼物又是请吃饭。但您的账号是记录恋爱日常，
请问您一个人可以谈恋爱吗？我不但可以一个人谈恋爱，还可以一个人有4分裂生孩子。律师沉默了一会儿，既然您胡说八道，不听劝告，一意孤行，那就等着收法院传票吧。我冷笑一声，搁这成语接龙吓唬我呢？你贵姓啊？我问对面的律师。免贵姓曹。小曹，你听好了，我简要的概括了整件事，才提醒他，卢潇嘴里没几句真话，你别在他手里了。不等对面开口，我又补充，而且据我所知，律师只有胜诉率高才能接到更多案子吧。所以呢？所以我把话撂这了，以我手上目前的证据，等真开了庭，你不会有任何胜算。我冷声道，人不能什么烂钱都想赚，你敢给渣男洗地，我就让你脏了羽毛，从凤凰变山鸡。对面沉默了一会儿，问我，你也是学法律的？不，我学殡葬的，专门给男人收尸。对面再次沉默，许久后，他才问我，请问您还有什么想对卢先生说的吗？可以说脏话吗？最好不要。那我没什么可说的了。切断电话没多久，我又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接通后，就是卢潇歇斯底里的声音，孔小雨，你怎么这么丧心病狂？你对我的律师做了什么？什么做了什么？他为什么把我的钱退了？说明他不想干缺德事了呗。你，卢潇憋了半天，只憋出来一句，毒妇。我揉了揉眉心，你搞清楚，到底谁更毒啊？我扪心自问，相识这么久了，我没有半点对不起他。在一起时，因为我比他大3岁，他在我眼里就是个弟弟，我几乎对他百依百顺。要不是他给我种出一片青青草原，我压根不可能发脾气动手。而且我这人有仇当场就报了，从不搞什么蓄意报复。是你自己上赶着挑衅，我要再不反击，你都能起我头上拉了。卢潇说不过我，气得直喘粗气，你不要以为嘴皮子厉害，我就斗不过你。拜托，谁想跟你斗啊？你把房租还了，咱们就一笔勾销，再也不见，行吗？放屁，怎么可能勾销？卢潇大喊着，你都靠那个账号赚几百万了，必须分我一半。分你一半你就滚，分我一半我就考虑不起诉你。呵，我知道哪个下水道没盖好又给你跑出来了。你听好了，姑奶奶我1毛钱都不会给你。爱意消散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恩爱两不疑也能走到相看两生厌。我料想卢潇不可能安分太久，但没想到拿不到好处，他连1天都坐不住。也对，我们恋爱时我已经有了稳定收入，而他还是一个背着助学贷款的学生。为了减轻他的负担，我帮他还了贷款，给他打生活费。出去吃饭也从没让他花过钱，定期还会给他买些小礼物。后来他跟室友闹了矛盾，想出去住，也是我跑前跑后帮他找的房子。有我在，他的生活轻松又惬意。现在我不当这个冤大头了，他的日子肯定又变得紧巴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能要他狗命。为了逼我赶紧给钱，当晚平台流量最好的时候，卢潇用自己的私人账号发了一篇小作文，我通读下来，那叫一个情真意切啊。概括起来就是，最近发生的一切都是孔小雨一手安排的，就是为了逼我不分手。我笑了，又开始编了。在小作文里，卢潇为我塑造了一个性格偏激，甚至有些变态的人设。他还不要脸的开了直播，在观众面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我早就跟孔小雨提过分手了，但他每一次都用各种方式逼我。我要是不听他的，他还会自残吓唬我。我们早就没感情了，只剩下痛苦的相互折磨。哦不，是他单方面折磨我。他嘴里没一句真话，现在得不到我，就想毁掉我。哟，看来还是没被骂够。我抻抻手指，正准备重拳出击，直播间里的卢潇忽然举起一张纸。我有证据，你们看，孔小雨有躁郁症，他真的会发疯。我愣住了，这确实是我的病历，为什么会在他那里？为了让所有人看清楚，卢潇把那张纸使劲贴向镜头，看到了吧？病人情绪极不稳定，有自残及伤害他人倾向。这可是医生写的，这回你们信我没撒谎了吧？画面里，卢潇的眼神有些莫名的得意。我攥紧拳头死盯着他，身体里的血一点点凉下来，仿佛每一个骨头缝都在往外冒着寒意。卢潇还在演戏，他正襟危坐。朋友们，我接下来讲的事情可能会刷新大家的认知。他顿了顿，似有犹豫，其实出于男人的担当，我本来不想闹得这么难看的。怪就怪孔小雨太过分了，我不能容忍他继续往我身上泼脏水了。卢潇捋起袖子，凑近镜头，大家看我手上的伤。我也跟着看向画面，卢潇的胳膊上遍布着青紫的痕迹。
这都是孔小雨的杰作，他这人有暴力倾向，经常拿我撒气，到了镜头前就装无辜。卢潇还给大家看了他的大腿和后背，各种伤痕触目惊心。要不是我就是孔小雨本人，且确定自己没有第二人格，我都要怀疑是自己干的了。直播里，卢潇越说眼睛越红，身体上的暴力我都可以忍受，但精神上的折磨我真的受不了了。他不让我跟任何异性讲话，就连我跟同性待的时间久了，他都会生气。和他在一起，我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就像他的一条狗，必须听他的使唤，摇尾巴逗他开心。哪天我要是觉得累了，没及时哄他，他就要死要活。卢潇又拿出一件染血的衬衫，大家看，这是他之前某次自残威胁我抱他去医院的时候弄上的，后来洗也洗不掉。我本来想扔的，但觉得这是他送我的第一件衣服，最终还是留了下来。镜头下的卢潇甚至挤出了几滴泪，在一起时我是真的爱他，后来离开他也是真的筋疲力尽了。至于你们网暴我的那次直播，那就是孔小雨又发疯了，我都跟他提分手了，他还把我当他男朋友。我忽然觉得很可笑，母亲说的太对了，爱情这种东西就是骗子用来蒙傻子的。我当初要是没信卢潇的鬼话，现在就不会被人剥开一身疮痂，在众目睽睽下难堪的跟他扯皮。随着所谓的证据的出现，弹幕里的风向慢慢变了，已经有人开始心疼卢潇，骂我人前一套背后一套了。哪怕卢潇提供的所有东西，说过的所有话里，只有那一张病历是真的，但我的病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我因为母亲被父亲逼得跳楼自杀而精神崩溃，无数次想跟着他走了算了，可是家里有2个毛孩子，始终送养不出去，我怕我死了，他们也饿死了，就这么喂了一天又一天，直到时间慢慢将伤痛抚平。可卢潇现在还想把我拉回深渊，他似乎已经忘了当初看到我的诊断书时说会永远陪伴我保护我的话了。更让我无法忍受的是，他居然说我自残是为了威胁他。要知道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里，我唯一一次情绪崩溃是因为跟小三跑了的父亲又回来了，还不要脸的想抱走我的毛孩子。我拿着扫帚把他揍得半死，拖出去扔在了马路上。那天我确实又钻了牛角尖，卢潇被血吓得哆嗦，根本不敢碰我，连滚带爬的打了120。陪我去医院的路上，他的衬衫沾了血，不过血渍洗不掉，早就被他给扔了，现在不知道又从哪搞出来这么一件衣服。一想到当初我自残前写了遗嘱，把所有钱都留给了他，唯一条件就是让他帮我照顾我的猫，我就恨不得穿回去给自己一巴掌。还好没死成。不得不说，卢潇还是有点小伎俩的。毁灭一个人最好的方式，不就是让所有人都以为他是疯子吗？谁会相信一个疯子呢？他现在巴不得我赶紧跟他吵，麻溜的趟进这滩浑水里。我骂他骂得越狠，疯子的名号就安得越稳。这样下去，要不了几天，他就能从渣男洗白了。我虽然愤怒，但也知道必须冷静下来，不能掉进狗贼的陷阱。对着沙袋狂打几拳后，我深深吸了几口气，慢慢平复着心情。卢潇从前找营销号污蔑我也好，现在用伪证编造谎言也好，无非是想让更多网友站在他那边。他想用舆论压死我，等我受不了的时候，自然就选择花钱跟他和解了。但他忘了，我压根不是忍气吞声的人，有仇不报，我就不叫孔小雨了。不是爱演戏吗？姑奶奶就陪他演一演。于是当天卢潇刚下播，我就发了直播预告，等着看我回应的网友和营销号一拥而来。等我开播的时候，居然比卢潇直播那会儿多出了1倍的人。我没急着解释任何东西，而是盯着摄像头，露出嘲弄的笑。卢潇，我知道你在看，我已经给过你好几次机会了，但我怀疑你最近得了肠胃炎，脑子也跟着一起拉出来了。你不会以为网友们真的会信你的鬼话吧？你不是说身上是我打的吗？我嗤笑着。我刚才一直想不明白一件事，以我对卢潇的了解，他太怂了，根本不可能对自己下手，那身上可怖的伤痕又是怎么来的呢？然在就在某个瞬间，我忽然福至心灵的想到什么。卢潇，我豁出去了，只要你开直播去医院出具伤情鉴定，证明你真的受了伤，我就承认是我家暴你。还有那件衣服，我出钱帮你做鉴定，只要鉴定出来那是我的血，我就承认是我自残威胁你，行吗？如果没有伤情鉴定，衣服上也不是我的血，那就说明你在撒谎。你不是说躁郁症就是精神病吗？正好，如果证实了一切都是你的谎言的话，你就等着赔我精神损失费吧。弹幕里一片哗然。
孔小雨怎么这么硬气？难道卢潇真的在撒谎？他们两个反转太多了，我暂时不做评价了。楼上是暂时不做评价，还是被打脸的说不出话了？我记得你的 ID 老男宝妈了，就你帮卢潇洗的最带劲。直播间还有一些是我的老粉，也在疯狂刷着弹幕。我一直以为小雨只能靠 C 语言取胜，没想到他不但骂人强，逻辑也很强啊。对，小雨在关键时刻真的思路清晰又镇定。我看卢潇直播的时候都有些动摇了，压根没想到还有伤情鉴定和血液鉴定的事。但更多的是一群看热闹的人，他们替我艾特卢潇喊话，快，开直播去医院，我们也想知道你伤的重不重。那个衬衫送去验血的时候也开直播吧，我真的太好奇你们谁在说谎了。为了堵死卢潇所有后路，我凑近镜头，满是嘲讽道，卢潇，我太了解你了，你是不是打算过几个小时再出来？然后对大家说，我模仿着他的语气，对不起大家，我刚才在休息没看到手机，不知道孔小雨说什么东西。我大笑起来，长城要是用你的脸皮做的，孟姜女能哭倒才怪。我把想说的都说完了，就安然自若的坐等他回应。弹幕里有网友等得着急，问我为什么不直接放证据证明自己，聊天记录什么的你总有吧，发出来给我们看啊。我笑笑，我为什么要证明自己？我证明一次，卢潇还会诬陷我很多次，难道我都要一次次回应吗？谁主张谁举证，同样的道理，既然他说问题全在我，那就证明给大家看啊。我又一次看着镜头，认真的告诉所有人，是他该向你们证明自己说的是真的，而不是我拿证据向你们证明他说的是假的。弹幕里有片刻的沉寂，不多时，再一次疯狂滚动起来。孔小雨牛波一，直接釜底抽薪了啊！有一说一，但凡我关注的博主跟人撕逼后，我就会取关。我真的很讨厌不体面的人，孔小雨这波可以。虽然还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但这逻辑我给满分。卢潇没了退路，只能硬着头皮出来回应。拜托啊大家，这还需要鉴定吗？这不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吗？但这种轻飘飘的说辞根本说服不了看热闹的一大群人。卢潇也没那么傻，他知道多说多错，干脆咬死了一切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根本不需要证明。然而转头他就打电话约我见面。孔小雨，念在我们情侣一场的份上，也别闹得太难看了好吗？他道，咱们当面谈谈吧。没什么好谈的，我已经给过他太多次机会了。小雨，我真的不想和你闹得两败俱伤，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成为彼此人生里的污点。我冷笑一声，别跟我谈人生，你都不是人生的。听筒里，我听到他气急败坏的呼吸声。卢潇似乎是在竭力克制着情绪，就当我求你，咱们见面聊聊行吗？其实我太了解卢潇了，他之所以坚持着要跟我见面，无非是觉得当面谈更不容易留下罪证罢了。这样吧，我想了想，你先把房租和水电费打我卡上，我就勉为其难跟你见一面。孔小雨，你别太过分了。我耸肩，这就没办法。行，他怒吼着，我给你打钱行了吧？那你记得备注返还欠款哦。看着卡里的到账提示，我这才打字回复 OK， 发个定位吧。卢潇订了一家饭店的包间。我们谈恋爱这么久，他从来没有请我吃过一顿饭。那时我总觉得他一个学生，拿不出钱也很正常。如今看来，现在感情里的女人就是一叶障目，自欺欺人。我那哪是谈恋爱啊，分明是在做慈善。我料准了卢潇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因此，即使他耐着脾气帮我拉椅子，舔着脸跟我搭话，我依旧没个好脸色，只是嗤笑着问他聊什么啊？他没回答，而是用忧伤的眼神看着我。小雨，我们真的不能回到从前了吗？我看着他不说话，眼底嘲笑意味更甚。以前我怎么就没发现卢潇还有演戏的天赋呢？他被我目不转睛盯得有些发毛。小雨，你为什么不说话？你也在怀念我们的过去吗？我只是在思考为什么豆腐都有脑，你却没有。卢潇一噎，小雨，我们不要互相伤害了好不好？其实我这次找你，就是想跟你和好。他看我一直不说话，语气更加哀求，我知道你爱我，我也爱你，上次的事就是意外，我再也不敢了，你原谅我好不好？你爱我，我夸张的笑了两声，你的爱就是给我戴绿帽子，还倒打一耙撕我伤口，引导粉丝网暴我，对吗？卢潇躲闪着我的视线，我是一时气急，只要你原谅我，我们就可以对网友说一切都是误会，大家肯定会理解的。我啧了一声，女娲补天，真该用你的脸。哦对了，我掀起眼皮看他，忘了告诉你了，
我一直在录音。卢潇僵在原地，反应过来后疯了似的抢过我的手机，他朝我大喊，孔小雨，你怎么这么毒啊？我静静地看着他发疯，直到他自己按亮屏幕，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录制提示。卢潇就像一个骤然熄火的炮仗，他愣了几秒，又朝我冲过来，快点拿出来，你用什么录的？然而我只是用怜悯又厌恶的眼神看着他，我根本就没录，我只是试他一下，他就原形毕露了。你心里在想什么我还能不知道吗？我抬脚将呆若木鸡的卢潇蹬远，你无非就是拿不出鉴定结果，又怕舆论反噬被网暴，所以想让我放你一马，让这件事不了了之，对吗？卢潇被我说中心思，脸憋得通红。只是我要真听了他的话，选择和解，那事情就永远不会结束了。大家搞不清真相，我就永远要受怀疑。我冷着脸看着卢潇，你死了这条心吧，我不会放过你的。卢潇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你一定要这么心狠手辣吗？我真搞不懂了，你智商和脐带一起减了吧？我自保反击叫心狠手辣，那你害我叫什么？卢潇见打感情牌没用，抹干了他鳄鱼的眼泪，往椅子上一坐。孔小雨，你从来就没爱过我吧？现在还跟我谈爱不爱，可不可笑啊？我对他的感情早在他一次次骚操作里泯灭殆尽了，估计是被我冷漠的眼神刺到，卢潇的表情慢慢变得扭曲。我早该想到你就跟你爸一样冷血无情，是不是我跟你妈一样去死了，你才会后悔？我的脸骤然冷下来，这一刻我对卢潇的厌恶简直到达了极点。你说的对，你真该死。我拎起衣服起身，我对你仁至义尽了。小雨，卢潇扑过来堵住门，你不能走，我们还没商量好呢。要不这样，你跟我一起发个声明，账号的钱我不要55分了，我们37分，37分好吗？在我杀死人的目光里，卢潇继续改口，讨价还价，实在不行，28分也行。我看着他不说话，卢潇咬咬牙，依旧有点少了，我毕竟也露脸那么多次了。我深吸一口气，我现在只想骂人，你不是人，我不骂你。小雨，滚！和卢潇不欢而散，我直接驱车去了心理医生那。直到傍晚，我才回到家中，脑子反复想着医生说的话。拎着垃圾的手是腾不出来接礼物的。下定决心后，我按亮了台灯，登上了社交平台的账号。铺天盖地的消息袭来，我看到卢潇因为迟迟拿不出证据，被骂得体无完肤。但他知道让步意味着什么，不管挨了多少骂，就是死鸭子嘴硬的咬定自己没撒谎，还说我要鉴定这鉴定那的，就是在侮辱他。我卢潇绝不接受这种侮辱，这变脸速度，川剧大师不过如此。然而我并没有在愤怒，我只是盯着他在镜头前故意露出的疤痕，心里默默盘算着。见面时我对这些伤只字未提，就是想不动声色的观察。现在我心里的猜测已经被证实的8、9不离10了，就缺一个契机。于是趁卢潇还在跟网友打嘴炮的时间里，我给好友打了个电话，让他把特制好的药膏寄给我。我料到卢潇会耍无赖，因此早就留了一手。东西拿到手后，我就打电话问卢潇要地址。他很警惕，问我想干什么。我想了想，你说的也有道理，我们没必要闹得这么难看。我解释道，虽然我不知道你身上的伤是哪来的，但我让老家寄了药，蛮贵的，效果应该挺好。我家族里出了好多个医生，这点卢潇也知道。他没有怀疑药，而是问我，你怎么突然想通了？累了，不想吵了。你早这样不就完事了，那咱们还是55分。我再想想吧，我敷衍道。我的让步让卢潇无比惊喜，但他仍然警惕，没给我具体的地址，只给了社区的名字。找跑腿把药送过去后，我就耐心等待着。一如我所想的那样，卢潇根本不会错过这种洗白的机会。收到药后不过半小时，他又开了直播，上来就举着药瓶给大家看。我早跟你们说过，我不可能骗人，这是孔小雨专门让人给我送的药，他已经对我道歉了。突然而来的反转让直播间里再次沸腾起来。卢潇拿出棉签，蘸了点药膏，得意洋洋的说话，其实我压根不想闹成这样，还好孔小雨想通了。他看着镜头，慢悠悠的涂着药。我点开录屏，开始准备。忽然，弹幕里有人发了个问号，等等，卢潇的疤痕是不是变淡了？我还以为是我屏幕出问题了，什么变淡了啊？这是直接被擦掉了。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我去，真的爱。什么情况？卢潇正眯着眼，惬意的享受我的服软，等他在睁眼看向弹幕的时候，一切都变了。他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难以置信地看向手臂上荡然无存的疤痕，气急败坏地吼道：孔小雨，你算计我？怎么能是算计呢？我从最开始就猜测伤是假的，可所有的疤痕都太栩栩如生。我怕翻车，还特地见了一面后才确定，这手笔估计得请了特效化妆师。好巧不巧的是，曾被我直播逮到的妙妙就是化妆师。我几乎快速地将所有事情联系到一起，想到特效妆可没那么好擦，我还特地请人搞了专门的膏体，再装进药瓶里以假乱真。但这并不是万全的方法，如果卢潇不肯收药，或者没在直播时展示涂药，他都不会露馅。可自从留了这手开始，我就相信一切冥冥中自有注定，因为我是如此的了解卢潇，他自私又自大，毫不怀疑自己的魅力，事到如今都觉得我只是因为吃醋在跟他赌气，而且他又是如此迫不及待的想洗白自己，哪怕前提是将我踩进污泥里，所以他活该。卢潇手忙脚乱的关了直播，但他不知道我早就录了屏。我换了个账号，把录屏发到了网上，顷刻间更多潮声劈头盖脸的朝卢潇涌来。这时在鉴定衬衫上的血迹来自于谁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因为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卢潇能撒一个谎就能撒许多个谎，他这个人已经毫无可信度了。不管是不是马后炮，此时又冒出许多人说早就看不惯卢潇的所作所为了。他一个男人居然把女朋友鲜血淋漓的过往撕给所有人看，简直太恶毒了。是啊，代入一下自己，和自以为最亲密的人分享了秘密，结果被他当作刀子刺向我，想想都心痛好吗？一时间墙倒众人推，很快又有营销号发文说接到了粉丝的匿名投稿。在投稿里，这位匿名女生告诉大家，其实卢潇已经不止出轨一次了。我和他是在交友软件上认识的，我那时候在海外留学，想找人聊天，就匹配到了他。他跟我说自己单身，一直让我给他发照片，夸我长得漂亮。后来我答应了他的追求，还专门回国见他。那晚他喝多了，我就用他的指纹解了锁，这才发现他忘切的小号里加了好多美女。这个千男还直接用女生的身材特征做备注，简直恶心死我了。在投稿的最后，女生还附上了她当时拍的许多聊天截图，营销号除了流量才不顾及其他，一次性全放了出来。众人这才知道，对待不同的人，卢潇居然还有不同的套路。刷到过我的账号的，他就告诉别人全都是剧本，我们是在演戏，不是真正的男女朋友关系。遇到跟这个女生一样压根没刷到过我的，他就更不要脸了，直接说自己单身，完了再来一句我对你一见钟情。他用我的钱约不同的女生吃饭，给他们买小礼物，甚至去探讨生命的真谛，转头却能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对我说，小雨，最近班里老师聚餐，我开销有点大，你不会怪我吧？人生真是悲欢离合，牛马点缀生活。我原以为头顶只是青青草原，现在看来卢潇这是把撒哈拉变成了绿洲吧。有时候我真的很佩服当代网友，他们仅凭营销号放出的聊天记录就能找到蛛丝马迹，然后再顺带着扯出一串跟卢潇有过关系的人。尤其是在社交平台上有些粉丝基数的小网红，更是首当其冲。一时间，为了撇去小三的骂名，好几个博主都亲自下场开锤卢潇，生怕晚一点就被网友们开冲了。就连当初被我逮到的妙妙也趁乱下场了，他连发了好几个大哭的表情。其实我也是受害者，是卢潇跟我说他和孔小雨分手了，我才答应他的。然而这个女人实在太蠢，她不会以为互联网没记忆吧？不等我出手，就有人反驳她了。拜托大姐，营销号放出的聊天记录里，你明明说了一句你来陪我睡觉，你女朋友不会生气吧？你这是知三当三好吗？真是96年的龙井，老绿茶了。卢潇被骂得招架不住，直接开了评论精选。其实消耗才是避免挨骂最好的办法，但我知道他舍不得。这大半年以来，他一直让我用大号帮他引流，才顺利攒了几万粉丝。其实卢潇根本不会视频剪辑，每次都是我帮他想主题，就连视频都是我剪好了再发给他，从而给他一种他只要站在那，流量和粉丝就会朝他涌来的错觉。我估摸着他大概也是赚到了一点，所以在我劝他精进学业，以后找个好工作的时候，才会有底气对我说，没必要吧，我跟那些同学又不一样，我以后当网红不就行了？我告诉他这根本不是长久之计，我还是觉得有一份稳定的主业才安心。这时他总会熟练的打马虎眼，用甜言蜜语将我带入下一个话题。现在我倒要看看
他打算怎么保住这个账号？卢潇眼见无力回天了，连着苟了1个星期，才又发了个视频试水，但评论区压根不惯着他。什么玩意儿，剪得跟翔一样？你用脚趾头剪的视频吗？你跟孔小雨还有那些女生道歉了吗？又来诈尸脏我的主页。我的天啊，我居然刷到渣男的动态了，太晦气了吧。尽管卢潇拼命删，却仍然没有网友们的手速快。没多久，这条动态就被举报消失了。某个社交平台上还有个反渣男联盟，有人把这件事投稿给了他们。很快，百10个女生齐齐出动，硬是把卢潇的账号给举报没了。我也把跟他有关的视频全删了，顺带着改了账号的主页简介，以后接收各种关于下头男的投稿。走投无路下，卢潇又来换着号码骚扰我。我现在已经错过招聘的黄金时期了，工作是肯定找不到了，账号也没了，你让我以后怎么活？关我屁事！我现在听到卢潇的声音就反胃。孔小雨，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吗？卢潇大喊大叫，我在学校楼顶。反正我以后都完蛋了，你要不把赚的钱分我一半，我就跟你妈一样从这跳下去，让你后悔一辈子。我揉着太阳穴，卢潇，你确实能让我后悔一辈子，后悔当时以为你是个靠谱的人，告诉了你我的家世。你别跟我说这些，我真的要跳了，你打不打钱？跳吧跳吧，天冷了我还能多给你盖点土。不想再跟他纠缠，我直接挂了电话消耗。不是我说，卢潇要有这个胆子，我从此不叫孔小雨。果然，他压根没死成。没多久，他又贼心不死的找了律师，给我寄来了法院传票。得嘞，正好，我趁这个机会把给他花过的钱都拉了清单，再让他赔个精神损失费。后来，我毫无疑问的赢了官司，卢潇被迫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道歉。走出法院的时候，他脸色灰败，那些钱是你自己花给我的，怎么能要回去呢？唉，生活枯燥无味，牛马指点人类。我求求你披个人皮就装得像点，别一张嘴就露馅。不等卢潇再说话，我直接摆了摆手，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见到你。走出很远，我才长长的舒出一口浊气。律师姐姐轻拍了拍我，放心吧，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我点了点头，丢掉垃圾的手总算能腾出来接礼物了。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星星祝您吉祥如意，万事顺心。